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这个发心啊，就是讲这个发心。那么发心当中，现在正在讲六度万行里面呢，前面的这个四度已经讲完了，现在是第这个五个啊，就是金女度。那么金女度呢，就是金女的这个必要和真实修金女，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到那个金女的这个必要，其实修禅定就是对我们不管在家人这个出家人，就是作为一些信者来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一刹那的是步入这个禅定啊，步入这个修行境女，然后自己整天到晚就是光是口头上说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理论上就是这样画下去呢，对相续是没有这个彻踏的这个意义。就因为我们的烦恼呢，就是实际上是三乱的性而来的。好像菩提资粮论吧，就是菩提资粮论当中也说了，说众生诸烦恼皆以三乱生啊，就是这一乱性生，就是三乱的性而生的。是故生之，则光修助禅定。是故助智者啊，所以呢，一切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他们会这个认真的广泛的这个修持这个禅定波罗，也就是说净女波罗蜜多。因此我们实践当中，我们自己也知道，心比较清净的，爱这个禅定的，爱修行的这些人呢，就是对他的生活当中也不会有很多的烦恼，不会有很多的这个痛苦，不会有这个许许多多的一些麻烦的这个事啊，就是因为不修禅定的人，心散乱的人呢，经常就是处于一种浮躁啊、焦虑啊、痛苦啊、悲伤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伤感啊，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心态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这个禅定呢，就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通过这个修禅定的话呢，就是心入于一种非常这个清净的状态。那么心清净以后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也是变成就是非常这个美丽啊，就变成这个非常的这种美丽。然后你这个过的这种生活的话，那就是也是相当这个快乐啊。所以现在世界人们的话呢，就是整天到晚呢，就整天都是就忙忙碌碌，就是没有这个就内观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所谓的这个烦恼呢，就是也此起彼伏啊，就是经常这个升起来。如果首先没有避开一切就是这个喧嚣散乱的环境而一直寂静处，那么相续当中不可能升起禅定。所以呢，就是最先要远离散乱。对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这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首先我们没有这个避开这样的这个散乱的话呢，实际上是就修行是不成功的啊，就是一定要就最好是离开。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的话呢，学院里面都是可能就是也相对而言来讲，就是离开很多这个散乱就是一直寂静的地方，就是大多数人来讲是具足这种条件啊。一听起来这个经律的道理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机缘。那么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来讲呢，可能大多数的人来讲就是不一定就是当下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机缘。但实际上你即使没有就是离开就是实在是不能就是离开这样的这个地方，而就不能离开这样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还是就想一些办法，就是自己呢就是处于一种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房屋呢，就是有时候做一些佛堂啊，或者说是自己在定期不定期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开始这个修静虑啊，就是这也是创造一些相同的这个因缘呢，我觉得也是并不是这个做不到的就是并不是这个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好像这个菩提心经论里面呢，就是讲过了，就是说是这个修禅定的话呢，一个是不受这个外境的这个恶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心就是处于一种快乐，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利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利。然后通过这个禅定呢，就是可以教化就是很多的众生，就是并且呢就是长期的是修持正念。那么
这个呢，就是可以叫做是这个利他啊，就是他通过这个餐厅呢，表面上看呢，我们就是出餐的人呢，好像自理他理的是就是比较差，但实际上他可以就是挑自己的心，就是也自理，然后通过这个观修啊，就是花园呐、回向啊，然后这个清净的心态的话呢，那么就是帮助众生也是间接就是可以这个让这个显现啊，就让这个实现。我们应当这样思量，凡是积聚的全部啊，就是都是逆背的本性的。比如说父母也好，兄弟也好，还有这个夫妻亲友等，甚至自己具身带来的这个身躯骨肉啊，也是终有就是一天的话呢，就是各自这个分离啊，就是各自分离。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贪着无常的这个亲友啊、财富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父母啊，等等等，就是这些是有什么用呢？应该就是自己再三的去这个想啊，就是对这个亲友的探知啊，就这些都是对世间人来讲呢，就是确实抛弃亲友是特别就是不人性的、惨不忍睹的一种这个行为啊。有些人出家以后的话呢，包括他的这个亲戚啊，包括他的一些朋友的话呢，就是觉得是他的行为是太没有慈悲了。但是真正从真理上看的话呢，这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过不了的啊，就是因为他离开了以后呢，就是他寻找另一种这个真理，这是实践人呢，就是不一定就是马上的让这个接受。以前那个就是应该是唐玄宗时代啊，就是唐玄宗时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叫从简还是什么，就是他是以前这个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孩子的，但后来这个出家之后，刚开始呢，就是应该是就是另一个皇帝就是毁灭这个佛法，他就想一切办法让他还手，但是他没有还手。后来就是唐玄宗就恢复这个佛教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也是在一个这个在寂静的地方，就是茅棚里，就是开始这个修行。后来他以前的儿子呢，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好几十年了，好几十年以后呢，就是到处打听，就是寻找，就是他父亲的和尚就是来了以后的话呢，他来到这个门前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问啊，就是说这个他在哪里？他明明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呢，他就故意骗他，就是他说应该在什么这个西南地方，就是就指别的地方，他没有理他，就是然后他离开以后呢，就是他就关上门，永远也没有见，就是世间人看呢，就是这是特别的一种无情和特别的一种这个残忍的这个行为，但实际上呢，他作为寻求解脱者的话呢，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现在的世间的这种亲友也好，亲人也好，这些都是终有一天是会离别的啊，就是会离别的。有些人都想啊，就是如果受这样教育的话，很多人都会出家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亲人，这样这个害他们的话呢，就是也许对这个大事有问题的，就是也会这样想。但想也好，不想也好，就实际上的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从历史上看也是所谓的这个出家之路的话呢，并不是逃避之路啊，他是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所有的人没有逃避的现象，不是这样的。但是就应该说，大多数的话呢，就是需求这真理，因为看破了这个世间以后的话呢，只有寻找就是这一颗这个光明之道。那么可以这样说啊，就没有什么这可值得这个贪念的。这样思维以后，就很是独自一人居住。如极光大师也是这样说过，他说是独自一人呢，就是修佛果的因；而道有二人呢，就是修三缘；30以上呢，就是贪嗔的因。所以呢，就是他愿意就是独自而安住啊。就是极光大师的话，那是弥勒日巴的大弟子，应该看过这个弥勒日巴传记的人都知道，就是极光以前是特别富贵的一个人，就是他好像当时骑马然后过河的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求他这个可不可以你的马匹借给我，就我过河，就他没有答应。结果就是他到了河中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河水特别深，就是在那个极光，他以前不叫极光，就是他差点不是被水淹死。那个时候弥勒日巴呢就叫啊，就是不沾水，就是然后自己显神通，就是跨过去了。然后
他就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就是一方面忏悔，一方面说我家里有很好的妹妹啊，就要不要供养给你啊，有什么财物啊等等等，就是跟米拉日巴说半天，让米拉日巴说什么的这个不要。但是其实米拉日巴就是在前面有空心母的一个梦，就是说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到你面前，就这是你的这个心智，就是有个受戒。然后从此之后呢，米拉日巴就是对他这个就是他慢慢就是已经射术啊，就是射术完了以后，好像这个在米拉日巴的弟子当中看破红尘的最了不起的一个激光啊，就是他是一辈子的时候，他就只穿一个布衣，就是他不换这个衣服。然后他所积累的这些财富的话呢，就是包括他的饮食啊这些的话呢，就是最多是2天，就是2天能够的，就是他就出击，就是除此之外就是再也不会积累，就是这样的。后来米拉日巴圆寂的时候，当时那个什么好像激光那个也是就是当时他的这个所有的米拉日巴的那个舍利子呢，就是空心母，就是准备拉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然后热雄巴尊者特别伤心，就是要求这些空心母不要把这个舍利拉过去。后来空心母说是米拉日巴已经给你们传了这个法身舍利，就是佛法的已经传给你们，这个舍身的舍利有什么用呢？我们就是带着。后来激光也请求啊，这激光请求以后可能没有看空心母还是照样拉着，这个舍利已经拉到清净刹土。后来在有些历史上呢，说是激光也是不是如是而这个就是飞往那个清净刹土，就是这样的了不起的修行。那么他说一般来讲修行人呢，就是最好是一个人，就是修行的话呢，就很成功的啊。就是古代的很多这个修行人也是独自这个修行的。以前好像在那个里面就是有个富库为这个禅师啊，我好像以前这个讲过吧，就是他是这个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天台山这边呢，就是那边呢，就是一直这个修茅棚啊，就是修那个落叶，就是这个盖那个房顶，就是修这个茅棚，就是一直在那里这个禅修很长时间，就是他喝的这个清清的水啊，就吃的一些这个水果啊，就是一直这样带着。后来有一个樵夫就是来到那里，就是看到一个老和尚的时候，他问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他说我在这里已经待了这个40年。他说这个樵夫问你有没有这个亲朋好友？他说我亲朋好友特别多，就是然后他就配那个树上啊，就结果周围就来了好多老虎啊、豹子啊，就各种猛兽就出来了。然后樵夫吓得不得了，就特别害怕这个时候就是大师也说，就是你不要怕，就是其实让他们就是还是这个返回去，就是让这些所有的这个猛兽呢，就返回去。然后他就正是说我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话呢，就是山河大地啊、树木这个草花还有什么那个虫蛇野鼠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我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好友啊，就是真正的我的这个法友。那个时候樵夫对他升起信心，然后祈求这个射术。后来就是这个大师呢就是射术，并且呢就是跟他这个传授教养。后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宗派就是富库派就是禅宗里面就是专门有一派，就是这一派的话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就是出现的，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一个人修行当然是古代的一些高僧大德，如果一个人实在是就是不敢在这个森林里面住啊，就是一个人各方面就是不方便了，尤其是女众闭关不方便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2个人，就是一个人这个互关，就是一个人闭关，就是然后就这样也可以。然后4个人以上的话呢，就是人太多了，就是最后呢还是成为这个烦恼的因。所以当时呢，就是他自己也是选择一个人就是修行。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们往往都是拥有财产所用，也不知满足，并且随着财产增多，而吝啬的心呢，就是也是越来越增长。一般来讲，我们表面上看呢，可能贫穷的时候就是会有吝啬的，因为财富不够的；而财富越来越多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比较大方，就是不会吝啬。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儒松云：“何人聚财必吝啬？”就是谁具有这个丰厚的财产的话呢，也特别就是吝啬的。还有这样说啊，越有越贪入富翁啊，就是越有了财富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越是贫穷，贪着就富翁一样的。很多富翁的话呢，就是本身是他就财富是特别特别多，但实际上呢，他自己也是舍不得，而且给别人布施的话呢，就是都不愿意这个用的。无财之事，你远低，
只叫就是无财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就是离开了原地。有财富的人没有出家的话呢，白天晚上每天都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苦恼；而没有财富，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修清净平淡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呢，所有的原来的这些原地强盗等等，就是这些都是已经远离了。自己拥有多少银色财产所用，也只会招来原地盗贼等损害。依靠这些财富，随时随地都是为积累、收获、增长而消耗自己的这个人生直到呢，就是这个寿终正寝为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一直是这个让自己的这个人生消化，人生呢就是不快乐就是我们经常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乱，就是对我们这个解脱有障碍的，还有这个三乱的根本的因呢，实际上是财富。就是《妙法念处经》里面也讲过，就是三乱之心轮回之根就是三乱之心轮回之根，清净之心呢安乐之根就安乐之本其实真正的这种这个三乱和财富的话呢，我们堕入轮回的这个根本。而清净的这种清贫寡欲或者说是一些知足常乐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永恒安乐的这个根本就是永恒安乐的根本。除了受苦遭罪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因此呢，就是僧伽龙树菩萨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积财疏财增财皆为苦，因之财为无边祸根源其实财富的话呢，首先是积累，然后呢就是要进行这个让它就增长，还有呢就是为它这个保护就是保护守护等等，就是其实财富呢就是无量无边的痛苦的这个根源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如果我们真是这个解脱的话，那么这些这个财富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远离。就是如果没有远离的话呢，永远也是得不到真实的这种这个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解脱呢，就是其实是这个一种清净的心态当中呢，就是可以得到的清净的。当你这个处于一种困恼，或者是当你处于一种这个散乱贪着这样的这个环境或者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历史上呢就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居住在一些这个寂静的地方，而这些寂静地方永远就是过生活的人呢，不要说我们的这个世间的人就是包括就是地势天为主的天界的这种这个天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像他就是定力膜拜的，好像佛本心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说是欲求解脱者，莫以众愧恼就是莫以众愧恼。什么天地事一下天地事一下仅你度尽者，度是那个度你的度就是度尽者。意思就是说，这个希求解脱的人的话，那就是最好是就是不要依靠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困恼红尘就是不要这个依靠这个红尘，远离这个红尘了。那么远离红尘的话，那就是诸天人就是向他这个经历自己的一切这个行为呢，就是也是这个如愿以偿所以我们很多人，我经常在想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可能今生当中就是完全远离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就是那种环境的这个机缘都是不一定有的。但是呢，就是应该自行清净，有时候把自己生活呢，就是尽量的简单化对这个财富呢，就是不要过于的这个执着有些这个居士的话呢，可能就是太极端，就是马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供养那最后的话呢，作为在家人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种痛苦。所以佛教里面就是过的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是不多两短不多两短。太多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个亲友书里面就是所讲的也是一样的，还有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说是什么这个诸欲求是苦，得之多不为，就是先欲求他财物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得到它呢，就是还是非常这个痛苦的，然后时时坏热闹一切无安了就一切无安事。意思就是说，这个财富呢，就是先去求的时候呢，就是得不到，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痛苦；得到以后呢，就是
有部位有这个就刚才这个原地的功用也好，或者说是就是害怕就是耗尽也好，等等等通过。当他没有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通过。其实依靠财富而带来的这个痛苦是真的很带来的快乐是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稀少啊。在这里说是一切无乐事，就是一切时间当中没有乐，但是可能有一点的啊。有些人觉得啊不是这样说的不对啊，我这个有钱的时候多么快乐啊，就是自己可以享受啊。你如果有钱的话给我，就是你花不完我来花，就是没有问题。这样有钱的话呢，就是这个快乐是永远伴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一生。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比如说城市里面的人，就是先就买一辆车，就是很困难的，就是然后买一辆车，然后买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平时的这个抱怨啊，包括现在就那天有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个人说，他买了那个10万块钱的这个车啊，就是这好不容易就是借钱筹钱呢，就是这样那样的是买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实在没办法，就是找到这个停车的地方，就是然后后来打听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停车的地方呢，就是需要15万块钱，就是所以如果这个下了15万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找不到任何停车的地方，就是所以特别苦恼，就特别苦恼。这是一种事实，就是现在这种物质这个财富啊，就是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人们的这个心理呢就越来越这个浮躁，就这也没办法的，这也是就我们个别的一些修行人口口声声说是啊，就远离一切财富啊，不要来啊，不要贪着啊，放下看跑啊。其实光是说这么漂亮的几句话呢，也是解决不了。就只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它有一种这个过失，然后人们呢，就是不要过于的去就是贪着，然后比较这个适当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来过就可以。我们也不是这个完全的是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无语的这种这个相术呢，就是全部就是断绝啊，就是从此之后呢，就是什么财富都是断绝任何的这种牵连的话呢，就是也是做不到。就是实际上是很多人口口声声这样说了，但实际上呢，确实像以前那样的真正在这个茅棚里面、山里面就是能做的话，那1/1000、1/1000的是可能现在很罕见，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确实佛教所讲到的这些真理呢，我们要懂得。我们要懂得之后的话呢，人们都是不会就是完全的成为一些钱财的这个奴仆啊，就是不会变成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财富的话，那就是最后就也没有就是多大的这个实施的意义。即使一个人拥有整个南瞻部洲的所有的这个财产所用，实际上呢，就是只是满足他一人的这个衣食啊，就是衣食而已，再没有别的什么，就是真正就是从他的价值上看的话呢，比如说一个人就是他具有这个南瞻部洲，或者是具有所有的这种这个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一个人应用的话呢，他自己可能就是只能吃啊，只能用啊，只能这个穿啊，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个人这个享用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的。然而有些人是无论如何富足，就连自己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其实就是不顾一切罪业、苦难、恶语所带来的这些财富，送了自己的后世。其实任何一个人他的这种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这个途径，就是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就是带有一些这个罪业，就是这样今生当中的这个财富的话呢，也许可能就是就是也葬送了就是自己的这个今生，就是又送了就是自己的来世，为呢就是终究为呢微薄的财富不惜生命不顾羞耻惭愧人伦道德，以及呢就是长久情谊，也不考虑正法誓言，始终以贪财贪色贪利来过日子，就像这个逆鬼虚拟世子一样，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悠闲自在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就在忙忙碌碌当中的话，那人生的旅程已经到了这个尽头，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就非常可怜的。好像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贪心做财宝，不觉40智就是不觉40智什么这个生命年年尽而不能觉知，生命年年尽而不能这个觉知。应该正法念处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一个人贪着这个财富到了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还不知道，还自己的这个身心呢，就是全部都是年年不着年年不尽，一直呢就是贪着这个财
富，贪着这个财富最后到死的时候呢，就是还这个没有这个觉悟到就没有觉悟到。世间人确实这个围绕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精力也好，时间也好，全部都已经这个用了，但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可能逆人这个上性，也是龙门菩萨说的吧，就是财富碎了，一切无常就是财富虽然是就表面上觉得是有种这个快乐，但最终呢，就是还是无常的。为什么呢？是这个无家所供宁人无家所供宁人性善就是整个这个无家的是会这个所供养的，宁人呢就是心就是这个散乱，就是所有的这些财富呢，到了最后是无常的。我们历史上看到很多富裕的这种财富是变成什么样？前那个几十年的这些富贵人，就是最后离开世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财富牛在后手的时候是变成什么样？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围绕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不顾惭愧，不顾一切。就包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真的是不顾佛法，不顾誓言，就是围绕这个财富呢，什么事情、什么坏事都会各自个干出来。但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一无所得。其实我们真正的这种财富的话呢，就是精神的财富。懂得这一点的人呢，在实践当中并不是这个很多的就并不是很多的。因此。其实，在这些这个华严摩切的这些教言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特别这个深深的道理，就是希望呢，我们就是观一观这个世间，就是看世间人们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对这个财富也好，对这个周围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就是这些都并不是说往别人就是只是给别人就是宣讲的，应该每一个道理就是在自己来这个反观。当我们就是借助这个财物也好，借助这个散乱的时候呢，我们以什么样的这个心来就是对着它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自助少欲来过生活。这种这个修行呢，不能就是一天两天，或者说是几年以后、几年之内呢，就是稍微就是过个这个什么表面上的这种这个生活，都到了最后真正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随波逐流就这不叫这个修行人。其实修行人的话呢，他还是应该很长期的一种这个行为就现在。很多人刚开始这个学佛的时候，刚开始修行的时候的什么都看破，就是什么都不需要。但这个修行的路是确实一方面来讲是比较漫长的在这个漫长的路当中呢，自己这个不退转是特别这个重要的。包括我们有些发心人员的话呢，就是也是看起来就刚开始的时候的是兴致勃勃，但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不要说到了最后2-3年以后的话呢，有些人的这本质的已经看得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其实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为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心态呢，就是没有的。也许有些人像比如说就是我对这个某某上师或者是某某这个道场做事情的话呢，不一定是为这个众生的其实这种这个想法呢，就是应该是就是不合理的。我开始刚来的时候我是这样想过为这个当时我们上师如意宝呢，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学员呢，就是好像是他的这个道场。我为学员做什么事情，给学员讲课也好，给学员发心的话呢，一方面是我对他的这个道场负责，就是好像跟我私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给其他的众生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一个诸佛菩萨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个助现来就是利益众生的阿弥陀佛也是显现上是他去建立他的道场，然后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利无量的这个众生所以说呢有时候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也会有这个理由我现在这个发心的话呢就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不一定是依靠是某某寺院某某这个大德的这种行为来就是弘扬佛法，我应该用自己的。如果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是应该是可以的。以前我也发现过有些人是准备就是独立自主，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可能独立自灭了，就是已经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成功就是大多数的人呢，因为自己的福报不够还有呢就是自己的这种发心不够，能力不够，资源不够，然后种种的这个因缘不具足就好多刚开始
象的时候都是很漂亮的。比如说一个人修一间房子的话呢，就是很简单，我也修一间房子，但其实就是修一间房子也是可能需要就是众多的这个因缘，不一定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现在实践当中，城市里面有些人就是已经发财了，就是通过这个股票啊，就是或者有些发财的话我也去炒股没有问题，就是让钱全部投入。没有福报的人呢，就是最后这个本钱都不回来了，就是最后只这个留下了很长长的眼泪，就是剩下的眼泪，就是眼泪只有这个舌头来舔，就是舔的时候觉得是甜甜的，就是这就是一种享受。除了这个以外，一无所得，就是所以呢，我想那个我们这个世界呢，有时候是这个不管弘法利生也好，自己修行也好，现在很多人是没有耐心啊。过了这个5年、6年、10年、8年以后的话呢，哇，就是我做了好多年呢，那很了不起啊！就是我现在就是退出，就是其实从一个行为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修行的这种坚定性啊，就是修行的这个坚定性。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这种这个修行的心态的话，那就是做什么都是不一定这个成功的。也许可能想这个换个心态，就是可能好一点啊，就换个什么道场啊，换个上师啊，换个这个教派啊，那这样换来换去，换，就是最后就是落成什么样？就是也许几个别人就像弥勒日巴一样，就是大圆满没有成就，然后去大宿营就是成就，有这个不排除，就是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是换来换去，最后的话，那就是把自己的事也不知道，就是这方向都是不知道什么样，就是也有变成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也需要一种这个耐心啊，一直激进的地方也需要这样的。最根本的时候呢，最根本的作为一个修行人，就是你的这个心啊，就是全部都是对这个财务啊，对名声啊，对世间八法已经单着的话呢，那内在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可以说是已经这个没有这个希望了。因此呢，就随时祈祷三世三宝就是很重要的。没有自己一种这个福分的话呢，就经常产生各种的恶的分别念，然后呢，就是自己不知不觉的是自己的这种方向呢，就是已经这个模糊了啊，就是最后呢，就是自己这个去向这个炫耀，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危险性。最后叔叔境内的财产成了自己的这个害命者，也就是说为了他呢，就是自己死在利刃之下，就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结果呢，就是百姓所积累的这些财物啊、属用啊，被这个原地等等的他们就是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白白浪浪的，就是把这些财富都是已经浪费了，就是但没办法的，大多数人的财富呢，自己能这个享用的呢，就是并不是非常这个多的啊，就并不是非常多的，而自己所得到的一分呢，也就是说为此造下如这个高山一样的这种罪业啊，自己最后带来的什么呢？就是为了积财的过程当中所积累的罪业的话呢，全部都是在前面就是等候着你，导致自己遥遥无期的漂泊在男人的这个这种这个恶趣之中。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经济上稍微就是有一些这个宽松的话呢，那么就是斟酌这个机会啊，就今世自由自在的时候呢，应当未来是这个要这个纪律啊，就是一些精致的这个质量。我们现在有一些我经常就是用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手机充电，昨天充电的话，那我今天用，如果你明天还要用的话，那就是今天可能充完以后就是还要这个充，不然的话呢，你今天就是再没有充的话呢，你今天虽然就可以没有问题打电话，但明天以后呢，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些人是有钱，有些人是有地位，有些人是有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受用，那只是每个人就是前世就是造的这个福报，这是绝对是这样的啊，绝对的。那以后我们变成什么样呢？就是看你这个精神怎么样。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特别愚痴啊，对将来一点都是毫无关系的话，那你不积累质量也是可以，不修三法也是可以，整天都是造恶业的话呢，就像现在世间人的有一些愚痴人一样，天天都是就是什么这个杀人放火，就是最后自己的终身呢，就是坐在这个什么监狱里面一样的，今生今世仅仅能够报佛比提就该知足啊，就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心态。那么此外呢，就是一直追求精神利益的人们，就叫这个凡愚的诱犯啊，就是有些人是我们就只是这个顾着精神，而不顾呢就是那么就是来世的，根本不想这个对来世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叫这个凡愚。其实凡愚呢，就是应该说在我们这个佛教
教当中也好，在真理当中去寻找的时候呢，就是它是应该说是特别就是这个可怕的啊，就是特别这个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借助它的话，那就是应该就是毁坏我们的这个道性。好像那个金女一项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宁如吐檀，就是檀这个路啊，就是檀路，从山这个吐幽谷啊，就是在这个幽谷是指的是这个悬崖吧，从山当中这个跳下来那样的，然后那个什么身凡气不色，不欲予以从事啊，就身凡气不摄，意思就是说，宁可呢就是吐入这个火坑，宁可呢就是吐入这个悬崖当中，还有呢就是活的与这个气不毒死啊，气不毒死是这个毒死咬了你以后的话，那就是气不自类的话，你会这个身亡的，就是这样的。但这些毒死接触的话都是不要紧的，但最可怕的就是梵语啊，实践当中就像如心论这个金女品里面就广泛描述的这种梵语啊，这种梵语我们经常借助，经常跟他这个交往的话呢，那就是不会有好的这个意义，帮助你他们反而呢就是会对方就是会这个受到对方的加害。我们就是这样恩将仇报啊，就是他们就是这样恩将仇报，无论这样做都没有一个合宜的适合，很难这个去啊。在这些反佛人呢，我们怎么样跟他就是好好的就是碎呢，好好的这个反佛的话呢，始终都是不会有一个趋于的时候，始终都是不会有开心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就是个性恶劣的，就是这些反佛的话呢，真的就是完全的是离开他们，就是才会就是一种这个快乐啊，就是快乐。如果自己超过他们呢，他们会心生嫉妒的。假设他们胜过自己的时候呢，他们也通过各种方法来轻蔑灭死你。不管与他们如何相处就都会增长这个罪业，减免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善业。因此我们一定要远远的就是避开他们，就是那会不会这个犯这个菩萨戒呢？就是不会犯的，就是吉天菩萨那样的这具有这个菩萨戒的人是我想是不会有的。但是吉天菩萨在入心论当中反反复复的说是就离开这些恶人，离开这些愚人者。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坏人也很可怜，那个坏人也很可怜，然后呢把毒蛇然后就是撞在自己的这个怀里，就是结果呢就是毒蛇咬死你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是我对毒蛇不应该就是起这样的这种背信，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后悔莫及的。所以我们对真正的就是有些自私自利性的一些翻译的人的话呢，要永远跟他这个借助，要顺顺他们的话呢，就没办法的，就是解脱就是没办法的。时间法也许可以是成功的，所以在相关的这个经论当中，尤其是自己真正想一些修行的话呢，那么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种修行呢就是没有这个祝愿的没有这个好处的这些这个翻译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离开他们，一定要离开他们。只有离开的话呢，就是才能我们真正就是得到就是这个解脱也好，这个快乐也好，就是都得到的。如果依靠就是龙宫上或者是这个文化党而广泛交集，以为反夺事物而散乱，那么这就是这个真实的这个困扰就如果我们这个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商业也好，还有一些文化的这个教育技术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是很多都是作为一个修禅修激进的人来讲，是一种这个散乱就一种散乱，终日都是忙忙乎乎的这个输赢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微薄，如何精进也是没有多大的这个事宜因为这些事情的话呢，就是都是没完没了的支付原地也是无边无际的，就是怨恨的敌人多少就是美国天天的是就安排各种各样的这个军队，就是然后呢去这个支付就是附近的就好多这个国家，但是一直是相互不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
地区呢，就是基本上减少的时候呢，另一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呢，也开始这个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是支付原底的话呢，就是也是没完没了的。而付诸这个亲友呢，就是也是没有尽头的，也是没有尽头的啊。就是你今天帮助这个，明天帮助那个，要多少个人呢？每天都是就是要帮助他们的话，就是确实很累的。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可值得探究的，没有什么可值得贪念的。因此我们应当要像就丢这个唾液一样，抛弃无有了解知识的一切所思以及散乱。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就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就是对这些事件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抛开就尽量的这个舍弃，尽量的，也就是说，北京理想奔赴异地居严冬，与耶稣呢就是为约，调顺身心，舍弃衣食名悦，就在无人的山谷中度过人生。真正的一些上等修行人，现在大多数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有些人呢就是背着包，就是虽然去了一些山洞，但是呢没有就是过2天就已经回来了。就是回来的时候呢，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去这个山洞，就是因为他害怕老虎，就是因为害怕一些这个野兔就是老虎没有来，就是野兔就是晚上在这个山洞的旁边跑来跑去，结果他觉得是就是这个什么猩猩来了，就是或者是野人来了，然后从此之后再也不去了但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不是这样的，他完全离开自己的这个故乡，永远都是居住在山洞里面，为这些耶稣就是作为这个伴侣。那长期呢就是住在那里，就舍弃了一切这个所有的名声地位财产就是什么都是没有。当然我们作为现在这个城市里面老市里面的人们的话呢，就是对这种行为是从这个发自内心就是随喜羡慕就是发愿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也是在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特别的这个就是向往过，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呢，可能是不一定让这个实现，因为从自己的就是怎么说就前几年的很多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呢，有时候人呢就业力深重的话呢，心里面想的是不一定会这个实现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很多人的这个身体也不好，这个现在这样的这个条件也是没有就现在是基本上这个很多人都贪着这个物质的这种相术就也许可能就是抛弃这个一切的到这个山里面就是住几天住几个月，但是长期让住到这个10几年20几年，一直这个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是在这个山洞里面的话，那就是不一定是很多的。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不能当成上等的修行人，但是中等的修行人呢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应该尽量的对这个时间的一些琐事呢就是减少，然后在自己的拥有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部分的时间出来，就是可以这个修持这个解脱法，不能完全的是跟那个世间人跟这个梵语愚痴人呢就是同流合污，完全的是跟他们呢就是每天的是就是一直是这个混在一起这样没有必要的所以作为身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话呢，该做的就是该上班，该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也应该做，不然我们有时候佛教呢刚开始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好听是不是我马上这个逆会呢？我马上这个辞职工作马上但是这个还要考虑很多，就是很多都是要负责任的，负责的话呢，你完全就是没有到的。当然，你如果终生当中真正能做到这样的这个修行人的话的，也是可以的，佛也是开许的。但有些人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意识的这种冲动，就突然的这种心态就突然的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当中的时候我就什么事情都是应该可以看破。可是到了明年的时候，到过几年以后会不会这样，也很难说的。所以说呢，有时候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也应该可能怎么说就是就还是要这个考虑，也许这种考虑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出家也好，对修行是一种大这个违愿，就是但是呢就是佛陀也是在相关的这个经论当中也说了，就是说是一定要用这个智慧来这个觉知就智慧来觉知。所以呢就是真正就是在这个寂静的山里面，就是长期的这样这个修行的话呢，那这是很多这个
善根和很多这种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那自然而然会成长的。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无人善故言动中，恒具出离厌识心，来至上师来至三世佛，来为三世佛，强烈信心永不离啊！就这个教正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是真正就是如你的这个描述了他的这个境界啊，真正住在这个山洞里面也好，岩石当中或者森林当中寂静地方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因为寂静地方的这种加持的话呢，就很使得是在相续当中具足这个出离心和厌识心啊，好像对这个尘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意义的，自然而然升起了这样的这个出离心。然而对自己这个传输这个深深窍诀的所有的这些上师的恩德呢，就是经常的是一直意念着啊，就一直意念着，而且呢，就是把这样的这个上师呢，就是看着三世这个诸佛的化身，也对上师升起强烈的这种信心，这种强烈的信心不是今天对上师好一点，就是明天呢，因为种种原因呢，就开始就关系不好了，就是然后开始诽谤啊，就是做过失啊，就慢慢就是抛弃上师，就是寻找第二个上师，第二个上师呢，就是也缘分不太透，就是然后呢寻找第三个上师，就是然后第三个上师呢，就是暂时关系好一点，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会随时的是要会离开的，随时的是要会出问题的一种这个状况，那这样的话不合理的，所以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所依止的真正的具有法相的三知识的话呢，永远都是对他的这个信心，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不会这个退转的。其实激进的地方的确也是有这样的。就我都自己有时候感觉啊，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什么都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对上师的信心也好，处理厌识心也好，或者菩提心的可能就是啷不啷所也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一点菩提心，有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像处理心根本没有，菩提心根本没有，就是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对这个善法的信心，对上师三宝和对解脱的对解脱的这种这个向往心呢，就是应该有的，但是这个是在对环境很有关系的，有些特别恶劣的环境当中的话，那好像什么都没有感觉。比如说我念一部每天的课诵念经的话呢，在念经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好像一种很恶的，凡是这个要每天念，就是边打瞌睡边念，就是念完了就可以了，完成了，就是然后马上就是书放着那边了。但是在激进地方和有些，比如说这个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到其他激进地方的，有时候也有一些感觉，但是不如这个学员，就是可能上是如意宝的加持，还是自己的缘分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有时候到一些什么山东啊，就是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话呢，好像就是不如这个学员。就是所以我本身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有时候在外面出了一些传法意外的话呢，尽量的这个就是跑回这个学院，跑回学院以后的话呢，好像自己的感觉呢，好多都已经恢复了，就是然后离开以后，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就是待的时间特别长的话呢，有这个修行的这种意乐心呢，就是慢慢就是特别弱，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就是这是对每个人来讲，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修行的状况都不相同，但不管怎么样呢。可能任何一个人就是到了这个特别就是比较激进的地方，或者是寺院里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心里面就是对这个三宝就是产生一种这个信心，然后对解脱呢就是升起一种强烈的这种意乐而到了一些特别就是复杂的一些城市里面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尤其是一些贪心嗔心各种烦恼的话呢，就是特别的强烈。人产生那个各种烦恼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善心呢，就是自然而然会没没的，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弥勒日巴的话呢，就是他很是的是对上师就是四入这个师父的就是这个三知识是为佛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呢就是一直这个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一直这个圆寂为止这样的。如果依照尊者所说的那样去做，那么就所谓的与令人伤感之处可生起这个静念就是令人伤感，就看起来都是特别偏僻的地方特别那个寂静就是好像一般的世间人是根本就是没办法生存的那样的伤感的地方的话呢，其实相续当中也能升起那种真正的寂念。我都去那个三玉青浦还有那个
在这个拉萨的有个别的像无光尊者和那个就是智悲光尊者的一些山洞的话，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不要说这个长期的待一晚上都很困难吧，但是在这里住下来了以后的话，那就是感觉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就是不相同的。如果是像其他城市里面的这个什么宾馆呐，就是什么一些豪华的房子里面，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这里特别舒服，这里修禅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坐着，就是然后呢，就是看着就是什么都这个很舒服啊，就是在舒服当中呢，有时候禅定也不一定让这个升起来了。这个道理的话呢，我就去年去五台山的有些情况呢，也给大家讲过。我的这种情况不一定每个人，但是因为众生都是分别念都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也有相同之处吧。其身与静着，自然而然会升起处理心、厌离心、信心、清净心、禅定以及等次等一切正道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经历二位就是大家都是经历二位吧。就是华智仁波切也说的这样的，不能就是说的太绝对了。每个人的状况和修行根基都是不相同的，就是大家也是应该对这个修禅也好，就是经历二位就有些人是睡了很长时间，就是然后一直醒不过来。反正我是经历二位的，实在醒不过来，也是经历二位的，你实在是没办法嘛，经历二位。寂静宁静也是向往那个往昔诸佛菩萨获得寂灭的地方，在那里既没有困扰散乱，也没有龙舞上野远离翻语右般，与非亲诸属朝夕相处，真是快乐无比。喝的是清净的泉水，吃的是天然的这种树叶，这样一来觉醒呢，自然而然成型。等此呢，就是自然增上。清净的地方应该是有这样的。以前那个一个叫怀智禅师就是怀智禅师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寂静地方，就是居住了这个20年就是万舍看破，万缘放下，就是后来从他的传记当中就是什么那个《自门从行录》里面就是有他的这个传记，就是方便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这个看看。就是其实这些禅师和我们藏地这个密宗的一些大德的这个传记就是看了以后呢，就是确实也是升起极大的这种这个信心，就是他们在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整个这个生活就是依靠这个自然的这种这个清水和一些水果来这个从事就是从事。但我们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可能完全是这个吃水果和这个和清水，现在不一定能做得到的。但对自己的饮食呢，就是不能太挑剔，也不能太那个要求很高。应该就是我们吃不饱不行，就是应该要，而且吃的要卫生，吃的要干净，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修行人呢，有些人是根本这个碗也不洗就是因为修行太这个成就了，就是然后那个锅也不洗就是就看起来的是特别，就是其实这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应该说是我们有一种这个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发心做饭就是这些的话呢，也应该是就是这个卫生就非常重要。我以前在学院里面也是讲过，各个部门的一些发心人员的话呢，这个卫生就包括你自己的这个穿的这种这个做饭的人呢，就是尤其是这个穿着一定要干净，就是穿着不干净，如果穿的就有点那个脏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一看就是他受的那么脏，然后穿的衣服也那么脏，那他做的就是肯定是不好吃，就是一看都是有这个感觉，就是所以说这个做这个发心人员呢，尤其是对僧众这个做供养那样，还有些时候的话呢，也不要就是怎么说就是想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应该对一些饮食的这个
营养学方面啊，就稍微就是调配一下，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整天都是弄一个，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弄一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不是牦牛，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你钱财方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吧，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呢，稍微有一点变一点颜色啊，就是变一点这个方法，就是这样是有必要的啊，就这是作为这个一些这个菩萨的话，那就是对这个大家的这个维克啊，当然是你所有的人才满足是谁都不会做到的，就是是个人的话，那有是个人的要求，就是然后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的挑剔，这个也是不好吃，那个也是不好吃，尤其是他吃的这个比较好一点的生活，比较他就都没有饿的话，那就什么都不好吃，就是有这种感觉。其实这个是也是不能这个过誉的。但我现在就关键都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饮食，尤其是修行人呢。现在这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对，就是依靠中医啊，依靠营养学啊。现在很多西方的人呢，对这个营养学就是非常这个关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我们藏医里面、中医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对这个身体的这种保护。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对这个身体的保养、保护，就是包括你就是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天气和不同的这种地方啊，像我们藏的这个高原的话呢，你要这个。要穿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就是对身体是有好处，就是吃什么样的这种也不能太过剧了。有些是天天动一点中医的话呢，就每天都是说是就是这个红萝卜跟这个要配的什么，每天都是除了这个就搭配以外，就是什么修行都不考虑，就是这个也有点过于了。但我想还是人不能太。这个过高的要求也不能太愚痴了，就是什么都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是一群恶狗的话，那就是就随便挑一挑，就是给它喂就可以了，也不能这样的。就是有一种大家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不能这个就是多入两边啊，就是不能多入两边，这个是非常关键。为什么我们叫这个中观呢？就是学中观，其实中观的意义呢，就是也比较多的，所以。刚才我讲什么？就是讲，应该是讲那个在清净的地方修持这个修行法啊，就是修持自然而然就是升起这种定界，升起定界。在那里呢，就是既没有缘地，也没有亲友，仙人是摆脱了一切贪嗔痴妄，居住诸多功德的好地方啊，就是这是真正的这个寂静地方的话呢，就是一切功德都自然而然这个居住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好像在。佛经里面也讲过，就是说是这个如在山树下常修禅定观啊，就在山和树里面的下面的话呢，就是长期修这种禅定观的话呢，那么就是则得清净智，远离一切过啊，就是能得到就是清净的智慧和远离一切过患。就这应该是正法莲珠经还是哪个经忘了。你们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所以，在这个清净的树下呀，清净的寂静地方的话呢，就好好的观修。观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生难得也可以，宿命无常也可以，或者说是这个无常这个密法的一些境界就观下。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智慧心清净的话呢，其实智慧就是打开很容易。有些人说给我吹一吹，就是给我加持，我太笨了，就是智慧打不开。但其实人的心很清净，就是经常关注什么心专注真理的话，那就是智慧自然而然会打开的。如果心整天都是想到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那就是你智慧不但不打开，就是还要就是越来越迷惑盲目，就是会有这样的不说啊，就是他这里不说亲自前往寂静的这种地方，甚至怀着这个向往近处这个愿望仅仅朝那一方向迈7步的功德，也是胜过恒河沙数界当中供养十方如来功德。其实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佛在这个约楞经当中讲的，就这个跟前面的这个义话稍微有点这个是约楞经当中讲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亲自就是到寂静的地方去居住的话呢，
那当然这个缘分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即使没有这样的，但是你要想去这个寂静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成都呢，就是像我要去这个寂静的地方，就是我去寂静的地方，我就如果看着是五台山，那么往五台山的方向呢，就是迈七步迈七步的这个功德的话，那就是远远超过就是恒河沙数当中、恒河沙界当中呢，就是供养这个十方如来的功德。所以有些人说是某某人呢，就是已经到了什么寂静的寺院当中，但后来他本来想出家，后来呢就是家人就是把他赶，就是什么把他困着，就是然后就是撞在这个出租车里面，就是带回去了，就是好可惜哦。其实也不可惜，就是他想这个出家，他想到寂静地方的，已经就是不但是7步，就是已经来了好多步了，就是那这个功德非常大的。还有佛经里面也是讲了，就是居于深山深静处，一切为义皆为善。在寂静的地方的一切为义都是自然而然会善的，就是你的心主做的很多为义就自然而然的。在那里即使没有刻意的精进行善，可是严厉心、处理心、慈悲心就是慈心、悲心等一切道的功德呢，会油然而生。所以说为自然而然。什么所作所为呢，也是这个自然而然全部成为善法。在喧闹的地方呢，就是皆离克者，却难以阻挡的一切贪嗔痴烦恼。到了寂静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见灭的。很多人都是在别的地方烦恼特别这个深重的，到了寂静地方就判若两人，就完全变成那一种他原来在城市里面的时候特别坏，就是什么恶事都会做，但后来这个人出家了以后的话呢，真的是这个跟什么这个麻绳比丘的是没有什么差别，走路的时候的是好像就是闭着眼睛的是走路，就是非常寂静。有些相续也很容易升起诸道功德。以上所讲的这些妓女的谦行法，因此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这本从人转向。bandar gara badna sadar da bandar gara badna sadar bandar gara badna sadar da